好，接下来看到中国大陆一出手，56家美企它都要作为制裁。上游卡的现在看起来是美国，但是其实我们今天也会更关心到的是整体来看，卡的是上游的美国，但是影响的是中游的日本的军工整个被供应链给连坐给拖垮了，包括的整个日本的制造业体系当中的企业，像是三菱重工、川崎重工、信越化学，现在全线承压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制裁压力。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欢迎观众朋友留言一样的，如果您认为中国大陆这一波针对于美国的制裁会间接的对于日本的企业重创，留言写1；如果你认为还不至于的话，或者是还要持续做观察，留言写2，一起跟我们做更多的互动。这一场中美日的科技军工竞赛持续的升温，因为呢最新消息来自于路透社的一个报道，中国现在制裁的对象是来到了美国。22日，它正式启动了这一波反制动作。我们要来看到是将56家的美企纳入管制名单当中，还有46家的美企是禁止参与中国的政府采购的。好，这当中还有2家企业，但是重点是这些企业里面其实都大部分跟军工有关，还有呢是有稀土的生产商也一起的被列入在制裁的名单当中。表面上看起来是中国大陆对于美国的制裁，但是现在说呢，真正受到冲击的是供应链在中断的这个日本。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先来看一下对于美国的冲击。首先，因为这几天我们一直在讲大陆在培育它的这个人工钻石的部分。好，人工钻石，中国大陆现在掌握度大约是落在98%，拥有98%的培育钻石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呢，如果说它对于美国掐紧的话，会严重的冲击美国在航空业跟它的国防领域的一个发展都是需要的。而美国目前呢，剩下的库存竟然是只剩下2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它就没有办法去发展它的军工了。再来看到的是对美国的制裁，我们刚刚说嘛，也会直接冲击到的是日本厂商，因为呢，大陆限制洛克希德马丁的发展的同时，尤其是我们看到的 F-35它呢其实是包括了雷达呀、电机啊、隐身涂材料等等，都会需要用到这些稀土的，高度依赖中国大陆的稀土跟重金属等等的。现在对它制裁来说，三菱重工也就是长期跟洛克希德马丁的合作的这个日本厂商，当然也会一起受到影响了。再来就是俄乌战争当中需要用到大量的爱国者飞弹，本来是由雷神授权给三菱重工去做生产的，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它一样在中国大陆的制裁之下，三菱重工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再来看到世越性化学了，它因为被暂停了它的磁铁的一个订单，所以由政府出资，他们现在说呢，干脆日本自己建一个稀土的提炼厂好了，而且这是18年来第一次接下来预估是在2028年会自己来做投产，但是产线真的有办法这么快速的跟上吗？这也是画下等号的。再来看到的是大陆的商务部最新公布的，将参与提升日本军工实力的20家的日本企业列入在实体的管制名单当中了。好，这当中包括了有川崎重工、三菱造船、三菱重工等等。那确实我们看到日本高达99%的这种重稀土仍然是依赖中国的，而中国现在还在强化建立所谓的这种稀土的高校，包括这当中有40所以上都是做稀土实验室，11所的高校，还有呢，每一年可以培育500位以上的相关的稀土的人才。好，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请教大使怎么看。大陆一方面掌握了高达98%的这种工业级的培育钻石，那我们看到美军的库存，如果对它一掐就完了，因为它现在库存只剩下2到3个月，钻石竟然可以成为一个卡点吗？那再来就是说，中国卡美国为什么会影响到这个日本的企业受到重击？当中包括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等，大使怎么看？这个工业钻石事实上中国大陆占全球的生产超过90%，而且90%都在河南省生产，所以这个是一个隐形冠军，现在已经不是隐形了。那为什么工业钻石这么重要？工业钻石有2个特性在整个工业生产里，第一个，它号称叫工业牙齿，为什么叫工业牙齿？因为它是在切削
你在做任何工业，从初切削到最精密的切削，甚至芯片的切削，都要用到工业钻石，所以它切削很厉害。第二个，研磨，你在磨的时候哈，精密的研磨也是要工业钻石，因为钻石是最硬的一种物质嘛。对，工业钻石最。还有一个就是深钻，你很多啊，比如说你要钻孔，你要钻很深，它那个砖头上都是工业钻石，因为它的硬度强。所以就变成它是工业牙齿，你很多产业你没有这个工业牙齿，你是做不出来的。包括现在的芯片，它在最精密的这个研磨的部分啊，也是要靠工业钻石。所以呢，这个在军火工业、精密的工业，还有这些这个芯片的制造业里面，都非常非常重要，不可或缺。另外一个工业钻石还有一个这个它俗称它叫散热王牌，它散热性非常好，就是说钻石如果运用到这个工业里面不管是成品或者制作过程钻石的散热是一般像这个铜很多金属的是6到7倍，所以呢要控制温度，在制造的时候你要用到很多的工业钻石，尤其在芯片里面。那所以现在的 AI 的高效能芯片它的降温的这些里面少不了工业钻石，所以这2样东西让这个工业钻石现在这样，就是说美国、日本、欧洲都开始怎么样，又跟那个稀土一样，又瑟瑟发抖，那个东西不提供你了，你的很多生产线你就要停顿了而且很多都是非常精密的生产，那所以就变成这个中国大陆除了稀土以外，现在大家又发觉，哎呦，钻石也被中国大陆拿在手里面。那这个制造的技术也不是一天而成的，而是长时间的钻研那么有今天中国大陆对全球市场的掌握9成，所以这个就变成就是说，要跟中国大陆玩硬的话。你先要搞清楚你稀土能不能自给自足，现在又加一点，你工业钻石你自己造不造出来？造不出来的话，你就少惹中国大陆，就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一方面它是对美国做制裁，但是直接也影响到了、重挫到了日本的厂商，还有包括日本的制造业。那像这个又怎么看？讲到这个钻石，我还是要讲一下我所知道中国大陆为什么能够做这种工业钻石跟人造钻石。早年都知道钻石，当都天然钻石嘛，我们都知道南非很多东西，然后底比斯，然后一颗永流传，那这都是犹太人手上掌握的。可是人造钻石就是在几十年前，就中国大陆河南一些老乡就觉得，哟，钻石那么贵，可不可以用人造来做？所以在整个高温高压，因为就碳嘛。所以都真的是从土八路慢慢做起来，一开始先做出了所谓的这个人造锆石，就是装饰用的，它硬度没有那么多，大概8.5而已，但是漂漂亮亮的，扫到全世界卖，结果后来就被这个全世界的钻石商抵制。后来这个河南老乡没办法，就把原先的这个发展技术开始做工业钻石，所以工业钻石就是硬度到10。就如同刚刚大师讲的，不过有很多的用途，它整个就是这样子发展出来。所以为什么在河南什么许昌一些奇奇怪怪的这种乡下地方，原因在此很有趣。跟中国大陆很多东西，其实说它也是民间野蛮生长之后长出了一个规模。但是现在这件事情，我们想说，在眼前当下影响性，首先它就是被列为在中国大陆在今年2026年1月的时候。对于包括日本以及全世界当中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军民材料制裁的1005项其中之一，叫做超硬材料。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这超硬材料是什么挖沟，结果后来发现其实就是工业钻石，而且其实这种它是控制非常严格一直到川习会。一开始大家就觉得，这大概没什么吧，也没有人产业甚至产业新闻都没有注意到。但是在川习会的时候，美国已经知道了，所以美国希望能够放松。所以据说川习会之后对美国有放松一点点，但对日本是完全绝对的管制。那现在其实讲说，对日本来说，真的日本是这样子，钻石刚刚除了大师讲的部分切割，另外它的这个钻探，比如说大的前盾。去挖那个大捷运那个大洞或这种雅鲁藏布江隧道里面都是这种工业碎钻石，才能把那个泥巴跟岩石把它啃下来。另外就是加工还有光学，艾斯摩尔的它的现在的光刻机里面有很多钻石，因为钻石所有切割它有折射。
所以现在这个折射当中，光学运用以及刚刚讲到的散热，我们讲石墨烯，不是现在很多商品吗？就是这种碳的部分都是能够散热最好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因为它就是要高温高压的环境，就像做稀土一样，也就是高温跟高污染化学，所以这都不是一般人现在能做的。所以这就是中国大陆现在绝对领先，而且它现在变成在这个管制上来讲，真的又掐住。现在真的是一如稀土之外，为什么最近就会讨论这个事情？它就是对现在包括军工业，美国跟日本的军工业、半导体产业最关键的部分，真的是掐脖子。所以现在除了稀土跟钻石，还有没有别的呢？肯定一定有的。我觉得后面一定会陆陆续续被爆出来。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那日本有了最新的反制动作我们前面都是看到中国大陆对于日本的制裁，这一件事情有没有跟这个中国对日本的制裁有关系呢？因为日本政府已经宣布了，从7月份开始，调涨入境签证费，最高涨到现行的5倍，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情，日本对于中国跟台湾来课反倾销，是针对于钢铁产品，那中国税率最高高达了45%，干哥怎么看？我觉得日本是在自寻死路，你知道为什么吗？日本在2010年那时候钓鱼台事件的时候，他们就突然醒过来说，中国的供应链已经不安全了、不稳当了，因为它可以锁我啊，它可以锁我的喉，所以日本那时候就赶快开始发展，就说我们一定要从外面，尤其是重稀土、轻稀土还没有那么要紧，重稀土非常要紧啊，钾、锗像这样子的地。锌、乙，像这样，我跟你讲，那都是国防工业最重要的，所以他们早就在10年前就开始了。可是我跟你讲，就跟你讲一个最直接的例子，你知道日本找到了，美国帮他找的，澳洲找了一个公司叫 Lynas 公司，他们可以去提炼高纯度的锑、锌还有乙，你知道，国防工业非常需要这个。结果你知道 Lynas 经过10年的努力，他说我们已经达到99.5%的纯度了，99.5%不是很高吗？结果日本这些大企业，这个住友重工，他们都讲，对不起，我们要99.7%。我现在来告诉各位，中国大陆的纯度是到多少？它的精度到多少？大陆已经达到99.9%，99.9%只有4N 级的，他们还有个6N 级的。是99.9999%，这已经快要比钻石还要精密了，对不对？为什么中国做得到？几十年的精炼成果，所以连澳洲这个 Lynas 这个商人他都做不到，所以日本他必须要在这上面投降。再讲到 F-35战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不是只有在亚洲，在全世界唯一认证只有一家能够帮我们修战斗机。那一家叫什么？叫三菱重工，其他没有，绝无分号。除了我们本公司，除了我们在这个就是美国本土的公司有这个维修的能量之外，全世界只有第2个地方可以帮我们修的，就是三菱重工。只有日本能修，其他通通不行，是唯一认证合法合格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的雷达、它的电机和它的就是隐形的材料，那个涂层，这些秘密也只有日本可以知道，其他人通通不能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雷达要用的钾和那个锗这2种非常重要的元素，现在中国就是不卖你，我不卖你就是不卖你，你怎么办？所以日本他现在还是要回头去求美国，那求美国，美国自己本身都觉得他非常的局促不安的，所以。他就晓得说，像这样子的情况，你还要对中国游客入境签证啊实施签证费，还要说，中国你那个卖我们那个冷压钢铁太低价了，低价竞争已经压垮我们日本自己本身的本土的冷压钢铁的技术跟企业，这样不行，抽重税，最高要45%，你不是要自寻死路吗？到底要怎么样，你才能够得到中国对你网开一面？就是高市早苗，你一定要道歉才能够解决。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